迪丽热巴这次几乎把观众熟悉的迪丽热巴藏了起来，没有红毯，也没有精致到无可挑剔的妆容。她穿着8号球衣晒黑了，表情也放开了，跑撞摔，像是被周星驰直接扔进了另一个表演系统。可功夫女足上映2天，票房突破5亿元，豆瓣开分却只有 6.6。 面对观众，周星驰说自己有些惭愧，怕辜负大家的支持，所以这一次我们不应该问迪丽热巴美不美，而是25年后周星驰的无厘头到底还灵不灵。功夫女足的上映方式本身就很周星驰，从正式宣布定档到上映只有5天，第一支正式长预告甚至到了上映前1天才放出来，没有漫长预热，也没有一层层把剧情讲透，电影就这样突然冲进了暑期档。更有意思的是，2026年刚好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这也是周星驰继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带着导演作品回到院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观众在买功夫女足的票时，也在买少林足球的记忆，买曾经那个能把失败、狼狈和荒诞最后拍成一口热血的周星驰？这样的上映时间策略，功夫女足占了便宜，可同样是吃亏的地方。观众会因为周星驰3个字走进影院，也会因为这3个字对每一个笑点、每一次煽情都格外挑剔。看到网上有人问周星驰为什么会选择迪丽热巴，从流量上看，这个答案太简单了，他有人气，也能让电影迅速获得年轻观众的关注。倘若只为了漂亮，周星驰根本没有必要把它拍成现在这个样子。迪丽热巴饰演的是8号前锋玉龙，他曾提到自己进组前专门进行了体能训练，希望身体看起来更有力量感。到了路演现场，他也亲自澄清了网络上不断加码的增重传闻，没有传说中的8公斤，也没有那些越传越夸张的数字。细看一下这件事挺有趣的，外界最习惯讨论迪丽热巴的方式是数字，多瘦、体脂多少、增重多少、训练了多久。可周星驰真正需要的不单纯是这些数字，而是一个真正的演员，敢暂时放下对好不好看的控制，敢把表情做大，敢让身体显得笨拙，敢在镜头里狼狈，甚至敢被观众笑。这些元素一直都是周星驰的喜剧，很依赖这种东西。演员不能只是在演，我知道这里很好笑，他必须真的相信那个荒唐的世界，真的把自己交进去。从这个角度看，迪丽热巴在功夫女足里的亮点，不是她为了角色吃了多少苦，而是她没有被美貌保护起来，球衣晒黑的皮肤、夸张的动作，还有不在时刻保持精致的表情，都让观众看到她过去作品里不太常见的一面。同剧的张小斐此前评价她时说过，美只是迪丽热巴身上很小的一部分，热巴的聪明、稳定，以及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才是很多人更喜欢的部分。可见迪丽热巴接住了周星驰给她的第一道题，先把形象打碎，那么第2道更难的题呢？形象打碎之后，观众记住的是迪丽热巴居然可以这样，还是记住了玉龙这个人？这也是电影上映后评价开始分开的地方。而张小斐承担的是另一种任务，他饰演的双双是峨眉队队长，也是门将，一个守在最后面，一个冲在最前面。张小斐和迪丽热巴刚好组成了这支球队的一守一攻，迪丽热巴更像电影抛给观众的一次惊喜，你以前没见过他这样。张小斐则负责让这个夸张的世界落下来，他的优势不只是会演喜剧，还有他能一本正经地站在荒诞里面，慢慢地提醒观众，你看这里是一个笑话，他可以很凶，也可以很狼狈，上一秒还在努力撑住队长的体面，下一秒就被周星驰式的节奏打回一个会慌、会急、会受伤的普通人。这种认真的荒唐恰好是周星驰喜剧需要的质感。如果说迪丽热巴在功夫女足里收获的是突破，那么张小斐则是能一直拖住情绪的人。没有他，这支球队可能只剩下一群性格奇怪、动作夸张的角色，有了他，这群人才像一支真的会吵会散，也会重新站到一起的队伍。从流量角度看，迪丽热巴是钩子，从电影结构看，张小斐更像地基，一个负责把观众带进来，一个负责让这个故事没有彻底飘走。功夫女足的故事并不复杂，一支不被看好的草根女子足球队，把功夫融进足球，一路闯向更大的赛场，从被嘲笑到被打散，再到重新聚在一起，向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冲过去，熟悉吗？当然熟悉怪人组成的队伍，被生活踩在地上的小人物，夸张到完全不讲物理的功夫，还有最后一场决定命运的比赛。
这些都是周星驰用过也最擅长的东西。所以有人觉得亲切，对，就是那个味道。也有人觉得疲惫，25年过去了，为什么还是这一套？上映初期的评价却是明显两极化。支持者认为电影保留了熟悉的周星驰风格，笑点和热血都还在。批评者则认为部分情节、笑料和文戏显得老套或尴尬。但我觉得公式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体育片会有逆袭，喜剧片会有误会，超级英雄电影也永远会遇到更强大的敌人。观众真正介意的是，这一次的人物有没有让旧公式长出新的感情。功夫女足最明显的新意是镜头终于完整的对准了一群女性，她们不是站在男主角身边负责鼓励的人，也不是比赛结束之后作为奖励出现的爱情对象，她们自己踢球，自己失败，也自己把散掉的队伍重新撑起来。可争议也就在这里，把少林足球的男性队伍换成女性，当然可以带来新鲜感，但如果人物的困境、笑点和成长仍然只是旧结构里的性别替换，那么女足就很容易只剩下一个漂亮的新外客。所以这部电影真正面对的考题，不是周星驰还会不会拍倒挂金钩，也不是特效能不能再夸张一点，而是他能不能让双双玉龙和这群女孩成为属于今天的角色。那为什么周星驰在票房突破之后还说自己惭愧呢？这点其实很容易让人有触动。我们先不要把这句话解释成宣传，也不要把它包装成一位传奇导演的谦逊，更现实的可能是他很清楚今天的观众给他的不只是一张电影票那么简单，里面有情怀，有信任，也有一次又一次希望他还能拍出从前那种感觉的期待。可创作者真的很难面对的这样的期待，拍的和以前不一样，会有人说周星驰变了；拍的太像以前，又会有人说周星驰老了。功夫女足上映2天，票房突破5亿元，证明周星驰依然有能力把一部电影迅速变成公共话题。可 6.6 的豆瓣开分又说明一些问题，热闹和认可不是同一件事。票房回答的是还有多少人愿意来看周星驰，口碑追问的是看完之后他们还愿不愿意继续相信周星驰。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像，其实完全不同。至于周星驰这一次到底还灵不灵，从目前的反应看，我的答案是他没有彻底回来，但也远远没有失效。他依旧知道怎样制造一个荒唐又热血的世界，也知道怎样从演员身上挖出观众过去没有见过的东西。迪丽热巴让人看到漂亮可以不是他唯一的荧幕价值，张小斐让那些夸张的笑料下面保留着一点普通人的体温。那周星驰街能不能复刻少林足球不是现在的重点，是他在没有25年前的记忆帮助下，仍能让今天的双双和玉龙独立留在观众心里。观众一边怀念从前，一边又逼着周星驰往前走。那么你走进影院是因为周星驰，是因为迪丽热巴、张小斐，还是因为你也想确认一下那个曾经让我们笑着相信小人物的人现在还在不在？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